2024年7月19日，英国首相办公室和外交部发布了一篇标题为“影子舰队行动呼吁”的声明。这篇声明字数虽少，但里面参与署名的国家可是一点都不少。在这篇声明中，英国一口气拉上了大半个欧洲，要求各国积极预防、发现和报告影子舰队的活动。而就在9月11日，英国再次宣布对俄罗斯影子舰队中的另外10艘船实施制裁。那么，什么是影子舰队？英国首相斯塔默为何刚一上任就急着制裁影子舰队？而影子舰队会给世界带来什么样的影响？今天我们就将为您一一解答。2024年3月2日，一艘名为仙女座之星的邮轮在丹麦海峡附近与另一艘船只相撞。这艘邮轮的满载排水量在10万吨以上，可以装载70万桶原油。当时它正在驶往俄罗斯的路上，显然这艘船正准备装载原油，然后送往其他地方进行加工。从已知信息来看，它的船龄高达15年。船东身份未知，他的注册公司位于印度的果阿，显然是一家空壳公司。而在撞船的时候，这艘邮轮悬挂着的是巴拿马国旗，这就是一艘典型的影子邮轮。它的所有权信息错综复杂，真正的拥有者隐藏在幕后，保险文件也不明确，或者根本就没有投保。而且这些船的绝大多数都是船龄在15年以上的老爷船，20-30年的也屡见不鲜。要知道，一艘邮轮服役15年，就算是高龄20到25年的邮轮，早就该送往船厂拆解报废。在航行时，这些船只通常会关闭自动识别系统，或是使用伪造的坐标位置信息来混淆视听，逃避监管。尽管这些邮轮运载的不一定是危险品，但是可以肯定的是，这些船上装的绝对不是能见光的货物，而这也是它们存在的意义。实际上，影子舰队由来已久，在冷战末期就有一些类似的船只使用相似的手段逃避国际监管，通过各种手段和伊朗、伊拉克、朝鲜等被制裁的国家进行交易。而他们交易的内容也多种多样，石油和矿产是其中最常见的项目，各种先进设备、武器弹药，甚至是粮食和奢侈品，也经常出现在他们的货物清单中。例如2013年7月16日，巴拿马就扣押了一艘货轮，它从古巴向朝鲜运输军用物资，其中就包括了联合国禁运的导弹部件。而前些日子，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就坐着最新款的奔驰 SUV 前往洪灾地区视察。很显然，这绝不是金正恩的唯一一辆豪华轿车，这些奢侈品同样是通过类似于影子舰队的方式运送到朝鲜境内的。然而，比起俄罗斯正在运作的影子舰队，朝鲜的这些运输活动都只能算是无伤大雅的小打小闹。自从俄乌战争开打以来，欧洲对俄罗斯的能源行业进行了壮士断腕式的制裁。2022年战争开始后不久，美国政府就禁止了从俄罗斯进口石油，这对美国来说并不会产生显著的影响。美国并不依赖俄罗斯的石油资源，从中东获取石油更加划算。况且，就算是从国家安全的角度来说，美国还有自家的石油兜底，并不担心外国会对自己断供。但是在欧盟那边，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俄罗斯石油对他们来说意义十分重大。战争开始时，之前的2021年，俄罗斯出口的石油中有45%流向了欧盟国家，占据欧盟国家石油总进口量的30%。而到了禁令生效的1年以后，2023年第4季度，欧盟从俄罗斯进口的石油只占了石油总进口量的3%。制裁原油出口，从理论上来说，确实能够减少俄罗斯的收入，削弱俄罗斯的战争潜力。但对于欧盟乃至整个世界来说，石油出口禁令无疑是一把双刃剑。最初，欧盟计划颁布禁令，禁止欧洲公司交易和运输俄罗斯石油，以防止其他国家购买俄罗斯石油。但美国政府担心此举会影响全球油价。据分析，如果以美国过去对伊朗实施的那种严格制裁来扰乱俄罗斯的海运出口，可能会将全球油价推高至每桶$200以上，是目前石油价格的2倍多。作为现代社会的重要能源以及石油化工工业的原材料，石油价格飞涨影响的可不仅仅是加油站的油价，运费上涨、物价上涨，乃至于全球的通货膨胀，都是近在眼前的事情。为了将制裁的损害降到最低，在G7峰会的基础上，2022年9月2日，欧盟等国决定使用一种特殊的制裁方式，那就是价格上限监管。从这里开始，事情就变得不太对劲了。
这种监管方式最早由英国经济学家斯蒂芬·利特柴尔德设计，用于监管英国私有化的网络服务提供商。简单的来说，欧盟的价格上限监管为俄罗斯出口的石油，也就是乌拉尔原油，设置了一个最高价格，即每桶原油60美元。任何高于这个价格出售的俄罗斯石油都将受到欧洲的制裁。这些石油不能通过相关国家进行海上运输，也不能使用相关国家的保险以及再保险业务。但是看到这里，有的朋友也许就会问，不保险就不保险吗？我不要保险，直接组织一支船队进行运送不行吗？实际上还真不行。首先，能够进行远洋油气运输的油轮可不是从地里长出来的，也绝算不上便宜。远洋运输10万吨原油，风险是很高的。其次，就算是不要保险，如果大方的将船东和租船人的信息暴露在外，也会被美国和英国财政部盯上，遭到两国的制裁。而石油贸易作为一种全球性的行业，任何个人或者公司如果被英美财政部联手打击，那他的生意也算是做到头了。因此，影子舰队的匿名性也是整个灰色石油运输的不可或缺的一环。现在我们知道影子舰队是什么了，也知道俄罗斯的影子舰队是怎么来的。我们接下来就来看看影子舰队是如何运作的。根据彭博社的一篇专题报道，俄国人从船舶交易市场上大量收购接近报废边缘的油轮，然后让他们在监管不严的某些小岛国或是印度等地注册。接下来这一堆破铜烂铁就会关闭应答器和位置信息，在波罗的海横冲直撞，将石油从俄罗斯运送出去。然而这些船并不会一路把石油运到客户手中，在地中海会有一些合法的船只等在监管不太严格的港湾之中，只待影子舰队船只一到，2艘船就开始转移石油，将石油运输到合法的船只上。这样一来，合法的油轮就可以大摇大摆地将石油交付到客户手里。那么问题来了，这样看似小打小闹的石油交易对俄乌战争有多大的影响呢？有的人可能会说，好吧，虽然俄罗斯用这些船制造了一些小动作，运输了一些石油，但是他们也付出了代价，不是吗？正如美国财政部的一份声明中所说，美国和他的盟友设置的最高价格，迫使俄罗斯要么以60美元一桶的低价出售石油，要么就必须想方设法打造一支大型的运油船队，而这也会极大程度地增加石油出口成本。这意味着，一方面，俄罗斯的石油价格在国际市场上将不再具有竞争力；另一方面，这会消耗俄罗斯的战争潜力，俄罗斯将难以筹措足够的经费来应对俄乌战争的不断升级。在某种程度上，这个系统是有效的。俄罗斯的石油出口量目前和战前水平相似，但石油出口的利润显著下降。根据美国企业研究所最新的分析，欧美对俄罗斯的石油出口制裁可能使俄罗斯在2022年和2023年损失了约500亿美元的收入，相当于俄罗斯在俄乌战争中总花费的1/4。但问题是，俄罗斯石油出口中只有不到1/5遵循了价格上限，剩下的则都高于60美元的定价，但低于国际原油价格。而这也是影子舰队难以进去的原因之一。要知道，乌拉尔原油和国际原油价格之间没有1亿美元的差价，一船乌拉尔原油就可以创造接近100万美元的利润。而实际上，国际原油价格和俄罗斯原油之间经常有着10几美元的差价，其中的利润不可谓不大。但是抛去经济因素不谈，俄罗斯组织的这些影子舰队关闭应答器，使用伪造的地理信息，以及船对船转移石油，实际上对海上安全造成了极为恶劣的影响。哥本哈根大学专门研究海上安全的政治学家杨斯托克布鲁格说道，近几十年来，海上安全首次变得更糟，而不是更好，这就是影子舰队造成的问题。那么有解决办法吗？美国政府的答案是加大对这些船只注册国的压力。在美国的势力范围内，例如利比利亚、马绍尔群岛等传统海运自由国度里，美国要求这些国家履行责任，确保悬挂其国旗的船只具有有效的安全和维护。但俄罗斯的石油船队已经开始从这些传奇国转移。在2024年年初以来，悬挂西非国家加蓬国旗的船只数量急剧增加。最搞笑的是，目前最炙手可热的传奇国之一是内陆国家蒙古，指望他们检查这些船的安全性，首先得让油轮学会旱地行舟才行。考虑到目前的世界经济形势，影子船队的继续存在是不可避免的。正如沃斯克传媒的评论中说的，一个政治上迅速分裂的世界，尽管经济上仍然相互联系，却已经造成了一些混乱的死胡同。其中一处死胡同就是一支由神秘所有者组成的老旧破烂船队匆忙赶来填补的。目前来自乌拉尔的石油继续流入经济世界，我们诚挚的希望它不会流入海洋世界。